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周五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应对疫情、提振经济。外界期待习近平在此次会议上提出更多中国方案，助力全球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应新西兰总理阿德恩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周五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本次会议由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新西兰倡议召开，主题为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亚太地区如何把握机遇，合作应对卫生危机，加速经济复苏，为未来发展打下更好基础。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表示，这是在当前全球疫情反弹、国际抗疫合作进入新阶段的关键时刻，APEC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国高度重视 APEC 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经济合作平台的作用。我们期待各方秉持亚太命运共同体理念，发扬亚太伙伴精神，发出团结抗击疫情、深化经济复苏合作的积极信号，为亚太乃至全球抗疫和经济复苏进程注入强劲动力，为促进亚太地区共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周一宣布，亚太经合组织7月16号将举行领导人特别会议，商讨应对新冠疫情及其经济影响等问题。阿德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会议将是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以来首次在领导人层面举行的特别会议，反映出我们共同走出新冠疫情大流行和经济危机的愿望。阿德恩说，APEC在过去1年遭受了2战以来最大的经济收缩，失去了8100万个工作岗位。各成员经济体已采取应对措施，但要度过危机，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会议期间，与会各方将分享信息，以继续加强本地区抗疫相关工作的共识，并制定经济方面的协同应对措施。2020年11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互利共赢”的主旨演讲，强调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要全面深化抗疫国际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外界也期待中国领导人在此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能提出更多中国方案，帮助世界走出疫情，提振经济。中国当然是主张各国加强合作，早日使世界摆脱疫情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联动式的经济增长的时代，如果说有那么相当一部分国家不能够摆脱疫情的威胁，实际上对整个世界经济始终是一个重大的负面的影响。中国周四公布了上半年中国经济成绩单，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中国经济也向世界经济复苏输出正能量。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疫苗接种加快推进，国产疫苗出口加速，也体现了中国担当。目前全球抗疫和经济复苏都离不开中国的努力。中国经济半年报成绩单周四揭晓，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12.7%，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是国家统计局对中国经济7中卷的判断。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加固、稳中向好，但也要看到全球疫情持续演变，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经济恢复不均衡。巩固稳定恢复发展的基础仍需努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了历史同期最好水平，与2019年同期相比也增长了22.8%，月度进出口已连续13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对前3大贸易伙伴东盟、欧盟、美国分别进出口2.66万亿元、2.52万亿元、2.21万亿元，分别增长27.8%、26.7%、34.6%。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特殊背景下，中国经济之于世界的重要意义尤为凸显。世界银行6月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将达到5.6%左右，是近50年来最大增速，也是近80年来最大的衰退后增速。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逐步复苏之中，但仍具有脆弱性与不确定性。而中国经济涉阶而上、优化升级，无疑向世界持续输出更多正能量。
中国经济的世界贡献直观表现为强劲的增量创造。上月初，世界银行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8.5%， 高于此前预估的 7.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助理主任黑尔格贝格尔表示，过去10年，中国贡献了全球经济约1/3的增长量。鉴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以及中国经济复苏的溢出效应，中国在亚洲和全球经济复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本身这种经济的增长就是世界经济稳定的压舱石。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目前这样一系列可喜的数据，不仅仅是对于中国自身而言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当前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总体平稳，但全球仍处于高位流行态势。为了早日建立免疫屏障，中国国内疫苗接种加快推进，国产疫苗出口加速。截至2021年7月13号，中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突破14亿剂次，约50%人口已接种。截至目前，中方已向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5亿多剂疫苗和原液，相当于当前全球疫苗总产量的1/6。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周一宣布，已同中国国药集团和科兴公司签署大批量预购协议。这意味着国药疫苗和科兴疫苗进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疫苗库，这将有助于缓解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疫苗供应短缺现状，推动疫苗分配的公平性与可及性。中国疫苗入库是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疫苗全球公共产品承诺的重要体现。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最早提出并积极践行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中国承诺在今年10月底前可向 COVAX 提供1.1亿剂新冠疫苗，后续长期供货。中国在这种疫苗的研制，乃至于在全球疫情防控的疫苗推广当中，实际上充分地体现了一种合作共赢的理念，体现出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这种理念、这种担当，对于未来无论是全球疫情的防控，还是其他公共问题的解决，都是宝贵的智慧财富。好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你好，那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周五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那管先，您对此怎么来前瞻呢？是的，刘芳。那么去年 APEC 峰会呢是在11月进行的，今年呢提前了4个月召开，但是呢沿袭去年的安排，那么本次会议呢仍然是在云端以视频连线的方式进行。我想这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本次会议的议程重要性。华春莹介绍，本次会议主题呢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亚太地区如何把握机遇，合作应对卫生危机，加速经济复苏，为未来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那我个人总结呢，就是2大焦点议程：第一，聚焦新冠疫情应对；第二，聚焦经济复苏。那么这些呢，都是 APEC 成员体他们的共同关切，关乎区内数十亿人的切身利益与共同的福祉。中国作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在全球大国中率先取得抗疫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去年呢，也在全球大国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当然，在区内这2大最紧迫的议程上，中国的理念、主张和作为都将成为本次峰会的共同关注。也因此呢，习近平明天的讲话备受各方期待。同时呢，我们从10点来看，北京天安门广场刚刚举行了盛大庄严、气势恢宏的中共100年华诞庆祝活动。中国最高领导人这次呢参加 APEC 峰会，是继上周中共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之后出席的又一场多边峰会。那么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国大党开启新征程，将给外部世界带来哪些机遇与可能？明天的讲话将会开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窗口，世界呢将会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峰会讲话中来寻找方向与答案。那么就推动疫情应对与加速经济复苏 ，APEC 现在面临哪些挑战？那么其他成员体对中国有哪些期待呢？就新冠疫情应对 ，APEC 成员体必须呢回答这一关键问题：APEC 乃至整个世界是否已经迎来了转折点？是否正在迈入后疫情时代？我们看到，虽然本国民众反对声高涨，但是呢，就在下周，东京奥运会将会揭幕，而此时呢，作为盛会举办地的东京仍然处在疫情紧急状态之下。那么英国刚刚举办了包括决赛在内的一系列的欧洲杯赛事，虽然目前每日确诊数过万，但是呢，也将会自下个周一开始
实施所谓终极解封计划，那么会取消社交距离、居家令等等防疫措施。英国当然并不是 APEC 的成员，但是呢，英国的这种争议做法势必会再度引发对如何准确评估战役态势的激辩，那么对如何平衡把握战役需要和社会经济恢复的热议。那么 APEC 要讨论疫情应对，这些争议是无法回避的。那么关于疫情应对，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去年的 APEC 峰会视频讲话中就特别强调，要加强疫苗研发和交流，努力让疫苗成为全球的公共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习近平是首位就新冠疫苗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做出论述与承诺的大国领袖。他也特别关切疫苗的可及性与可负担性问题。那么这两点呢，正是全球免疫鸿沟之所以形成的两大痛点所在。那么这一年来，中国产疫苗一直在践行领袖的承诺，在助力全世界抗疫。那么刚刚有消息传来，5亿剂国产疫苗加入到世卫统领的 COVAX， 也就是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那么这呢，再次展现了大国作为与担当。同时呢，中国最高领导人上周在政党峰会上也再度重申，反对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反政治化、反标签化。APEC 要真正推动合作来应对卫生危机，那么这两反关必须要过。APEC 峰会揭幕前呢，中方今天发布了让全世界为之一振的第二季以及半年的这一系列的经济数据。今天呢，美国 CNBC 财经电视台在即时头条标题中就特别指出 ，Retail sales beat expectations， 中国6月最新公布的零售数据超预期。显然呢，在 CNBC 看来，这是中国大市场的机遇所在。但是呢，也正如习近平上周在政党峰会上所犀利警示的，发展是世界各国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要共同反对任何人搞技术封锁、科技鸿沟、发展脱钩。那么，任何以阻挠他国发展、损害他国人民生活为要挟的政治操弄，都是不得人心的，也终将是徒劳的。APEC 要推动经济复苏，实现全面增长，必须呢要在反脱钩、反技术封锁上来汇聚共识，来争取最大的公约数。好的，谢谢管尧先生在线点评，请您保持在线，稍后我们还将继续来连线，谢谢。我们再来关注中美关系。最近几天，美国政府连续在中美经贸问题上释放消极信号，除了准备向在港美企发出警告，对新疆实施新的进口管制，还在讨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数字贸易协议。商务部周四在谈到中美经贸相关问题时指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有利于整个世界。双方应共同努力创造氛围和条件，推动协议落实。不过，在中美关系仍然紧张的背景之下，美国似乎也在寻求接触。美媒报道，美国政府有意于中国设立一条紧急热线，以减少发生冲突的风险。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或将在下周访华，要通过接触来了解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香港南华早报周三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在下周访华时，将在天津会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他们将讨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的可能性。如果消息属实，谢尔曼此行将是中美高级外交官自今年3月阿拉斯加会晤后的首次面对面接触。报道指出，谢尔曼的访问将为拜登政府制定下一阶段对华政策提供一个难得的接触机会。外界注意到，本月6号，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出席美国智库亚洲协会的一个视频讨论时，就中美关系表态称，他反对用新冷战来定义双边关系，中美两国有可能和平共处，但面临着巨大挑战。按照消息人士的说法，谢尔曼下周访华与坎贝尔正在进行的对华政策评估一脉相承。在坎贝尔的评估之后，中美双方是时候接触一下，了解一下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现年71岁的谢尔曼于今年4月被任命为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深圳卫视注意到，6月谢尔曼曾接受多家媒体采访，谈及中美关系。他对《纽约时报》透露，中美正在进行工作层面的沟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谢尔曼说，中美关系十分重要。虽然美国必然将同中国在某些问题上展开竞争，但也将找到同中国开展合作的领域，包括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石英红认为，在3月阿拉斯加会晤后，中美两国的沟通有所恢复。相比特朗普政府时期最后几个月双方缺乏接触的情况有所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将回到过去那种常规外交对话。中美两国高层之间的沟通肯定是比对抗要好。拜登政府上任半年以来，已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新一轮评估，然后跟美国的盟友还有俄罗斯等国已经进行了高层的沟通。所以接下来跟中国进行沟通是很难回避的，全球性问题方面进行合作都没法回避跟中国进行高层的沟通。中方对中美高层沟通是一直敞开大门的，而现在主要要看美国的诚意。拜登政府的对华接触还有一个新动向。当地时间周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有意与中国设立一条紧急热线。拜登及其国安团队计划借助这种快速沟通工具，以加密信息的方式就突发军事行动或网络安全警告等问题与中国进行联络，从而减少中美两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下一步，美方将开展这一紧急热线的总体方案设计，并将其纳入拜登政府与中国接触的计划之中。消息人士透露，与中国建立紧急热线的构想至少可以追溯到奥巴马政府时期，但直到特朗普政府任期的最后1年，这个想法才被写入美国政府一份机密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对于热线机制的必要性，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回应表示，中美之间建有元首、外交、国防等多条热线，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建立热线，或许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关键在于，操作这些热线的人，关键在于美方要改弦更张，释放诚意，而不是仅仅在于这些热线本身。尽管拜登政府表现出保持对话沟通的意愿，但对于中美间以往的机制性安排仍然无意重启。彭博社消息，知情人士透露，虽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及政府相关部门与中国同行保持着联系，但并没有计划重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周四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也有记者就此提问，赵立坚简明扼要的回应指，美方想多了。2006年以来，中美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以及外交部官员等每年都会举行2次会谈。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这一对话被称之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可在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直接叫停了这一对话。直到拜登上台，白宫仍没有表现出恢复该对话的意思。彭博社评论说，不愿重启奥巴马时代活跃的沟通渠道，进一步证明了现任总统拜登对中国的立场趋于强硬，表明全球最大2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正在持续恶化。实际上，最近几天美方接连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也凸显了中美经贸关系的紧张态势。包括美国本周将首次对在香港的美国企业发出所谓安全警告，要提示其将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周三，美参院还通过法案，对中国新疆实施新的进口管制。此外，还有消息称，白宫官员正讨论一项覆盖印太地区经济体的数据协议提案，以遏制中国影响力。这都凸显出拜登准备延续甚至深化特朗普对抗性的做法。即便如此，中方仍然在履行中美贸易协议。周四，商务部发布会上，有媒体问，今年上半年中国自美进口农产品1360.1亿元，同比增长120.8%。另外，上半年中国进口玉米达到1530.2万吨，增加318.5%，是否意味着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仍在执行中？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有利于整个世界。我们一直强调，双方应共同努力，创造氛围和条件，推动协议的落实。在今天的商务部记者会上，中美经贸关系依然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对于拜登政府更新一份针对新疆供应链的商业警示，高峰指出，美方的做法不利于中美两国，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中方坚决反对。实际上，拜登政府在经贸领域对华施压的做法，也让美国国内经济承受更大压力。美国劳工部周二表示，6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5.4%，为2008年以来的最快增速。虽然美国联邦政府坚持认为价格上涨将是暂时的，但据2名政府官员透露，白宫内部最近几周得出的结论是，大幅增长可能会持续1年或更长时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称，他预计通胀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放缓，但美国央行将准备好酌情调整货币政策立场。近期美国通货膨胀有多方面原因，美国应当放弃对华贸易战，因为贸易战严重干扰了全球供应链，这也是
推动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内针对所谓美中战略竞争也传出更多理性的声音。日前，包括中美团结网络、明智的美中政策委员会等28个组织共同发表致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一封公开信，目的是敦促佩洛西支持众议院民主党人，努力推动比参议院通过的创新与竞争法案更为平衡合理的国家安全方式，来应对与中国的竞争。信中说，即使我们国家要采取措施应对与中国崛起的相关的挑战，我们也应该努力维护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保持美中和平的政策。美国国内对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存在反对的声音和相对理性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仅来自美国学界和商界，也来自美国政界。而这次的28个组织主要是来自美国的进步派。美国进步派在美国民主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尽管他们不大可能逆转美国的对华政策，但应该会对拜登政府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那么美国政府有意与中国设立一条紧急热线，以减少中美发生冲突的风险。那对此您作何解读呢？我个人认为，美国倡议中美设立一条紧急热线，至少向外界透露出了这么几个重要的信号。第一个是，与几十年前的美苏旧冷战一样，拜登政府只想跟中国打一场由美国主动挑起的新冷战，但是他们不希望也不敢将这场新冷战变成新热战，或者换句话来说，就是拜登政府只想通过这场新冷战，也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在科技与军事领域的竞争，以及通过国力的对比来让中美决出最终的胜负，而不想通过一场世纪性的大战的方式来决出胜负。那么其次，拜登政府认为，虽然中美两军之间已经建立了一条国防热线，但是在中美两国关系如此复杂敏感、互不信任程度如此之深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中美两国军方的热线电话并不足以处理危机与防止事态的升级，必须要另设一条紧急热线，由中美两国元首出面来防止事态的升级与失控。那么对此我个人有3点不同的看法。第一，我认为中美两军军事对峙以及有可能爆发冲突，根源都是因为美国挑起了对华新冷战。拜登政府一方面想阻止中美热战，另外一方面又在不断的升级中美新冷战，这跟一方面不断的煽风点火，另外一方面又企图仅仅通过扬汤的方式来止沸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中美之间要实现真正的斗而不破，根本出路在于中美不能再斗下去了。那么第二，中美最高层的接触与对话当然可以起到高屋建瓴、一锤定音解决问题的效果，但是最高层的对话必须要建立在低层级与中层级的对话基础之上。那么第三，假如中美双方因为美军不断挑衅而发生了冲突，那个时候美方再想通过中美元首热线来解决问题，会不会有些来不及了？那么据媒体报道呢，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计划下周访华，为一系列的中美高层会晤铺路。那对此您又怎么来看呢？我记得早在上个月，也就是拜登出席完美英领导人峰会、七国集团峰会、美欧峰会以及美俄元首峰会之后，美方就曾经放话称，现在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拜登总统会面的时候了。而现在又传出，为了安排习拜会，美方甚至不出派出副国务卿谢尔曼亲自登门商讨这件事情。我认为这背后透露出的信息有2个，一个是在拜登的眼中，中国的确是所谓的最为严峻的竞争对手，正是因为严峻，所以才显得格外重要，拜登政府才会先在全球范围内做一番紧锣密鼓的外交布局，也就是先在印太地区搞好美印、美日、美澳与美韩关系之后，在欧洲地区搞好美英、美欧与美俄关系之后，才有信心和底气来直面中国的所谓最为严峻的挑战。第二个是，在中美元首峰会这件事情上，拜登政府显得非常的急切，正是因为急切才会显得非常主动。相反，对于这件事情，中方这是至今未置可否。那么这个也就说明，中方对于拜登政府在全球范围内
联手盟友来对抗中国，联手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来介入台湾局势，以及在经济与科技上进一步加码制裁中国，是非常不满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近拜登政府在一边加码对抗中国的同时，另外一边也没有忘记向中国释出2个友善的信号，一个是主动倡议中美两国设立元首间的紧急热线，二是分管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坎贝尔首次亲口且明确表态，美国支持牢固的美台非官方关系，但是不支持台湾独立。另外，据报道，美国副国务卿希尔曼这次访华将为拜登制定下一阶段的中国政策摸底。那您怎么来判断？这当然是一个双方难得的接触机会。由于早前拜登政府出台的对华政策只是一份临时战略方针，这份临时战略方针确立了竞争、合作、对抗的对华3板斧政策。因此，我认为接下来中美高层可能的互动都将会成为拜登政府制定中长期对华政策与战略的决策依据。不过，我同时认为，即便如此，拜登政府的中长期对华政策与战略仍然不会脱离竞争、合作与对抗的大框架。不同的是，他们将会重新确立未来的中美关系究竟是以竞争为主、合作为主，还是以对抗为主，也就是重新确立竞争、合作与对抗3者在中美关系中的比重。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军一架运输机周4上午降落台湾，国防部表示严重关切。发言人吴谦表示，任何外军飞机降落我领土都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许可，任何外国舰机擅闯我领空的行为都将引发严重后果。国台办也回应表示，坚决反对台美之间任何形式的军事勾连，坚决维护主权安全。岛内媒体报道称，此次美军机降落台湾是为美国在台协会后任处长孙小雅运送物资。这种说法靠谱吗？近段时间以来，美国频打台湾牌究竟有何意图？石红点过关键。欢迎回来，本栏目由东鹏灵堂冠名播出。累了困了，喝东鹏灵堂。美军一架运输机周4上午降落台湾松山机场，对此，国防部、国台办接连严正发声。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表示，任何外军飞机降落我领土都必须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许可，任何外国舰机擅闯我领空的行为都将引发严重后果。国台办表示，坚决反对台美之间任何形式的军事勾连，坚决维护主权安全。据台湾联合网报道，一架机号13013的美军 C-146A 猎狼犬专机周4飞抵台湾松山机场，30余分钟后升空离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美国军机降落台湾发表谈话。吴谦表示，任何外军飞机降落我领土都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许可，任何外国舰机擅闯我领空的行为都将引发严重后果。我们正告美方切勿玩火，立即停止冒险挑衅行径，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避免加剧在台海制造危险紧张局势。我们警告民进党当局，不要误判形势，引狼入室，铤而走险，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只会把台湾带向危险境地。吴谦强调，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持高度戒备态势，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回应表示，坚决反对台美之间任何形式的军事勾连，坚决维护主权安全，敦促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恪守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任何挑衅。民进党当局勾结外部势力谋独聚统，是把台湾老百姓引向灾难，其图谋必遭失败。综合台湾媒体报道，美军 C-146A 行政专机周4上午从日本冲绳基地起飞，接受台方引导后，于9时32分抵达台湾松山基地，原定停留1小时至10时30分，最后在短暂整补后，提早24分钟于10时6分起飞离台。台湾空军声称，这架飞机的相关作业并非由空军松山基地所负责，空军也并未与该架飞机有所接触。实际上像这次的话和上一次美军的 C-17军运输机呢到达台湾的，其性质呢很类似，就是在不断的去进行这种突破，也就是说在不断的去给台独势力呢去进行了称号打气。因为呢，美国现在呢就是把台湾视为遏制中国大陆的
很有利的一张牌，所以呢，他现在打得越来越起劲儿。那么在军事方面呢，这个最敏感的领域呢，它是在不断的去进行这种突破，这是也是一种呢，就是渐进式的蚕食战略，它实际上就是在不断的去往前推，这个行为呢是非常危险的。岛内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黎英杰周四结束任期离台，工作交接给周一已经抵台的后任处长孙小雅。这次 C-146A 的行政专机赴台是负责运送孙小雅交接使用的物品。对此，美国在台协会没有进行评论。孙小雅于1991年参与对外事务，早年曾派驻台北、北京，也在爱尔兰、土耳其和牙买加待过，曾任美国国务院东亚局助理以及能源局中东暨亚洲办公室主任等职，通晓中文和土耳其文。2019年，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相继与台断交，孙小雅当时在国会听证会上公开批评中国大陆，声称对这两国外交转向深感失望。之后，他还曾代表时任总统特朗普及国务卿蓬佩奥赴台参加首届台美太平洋对话，并与蔡英文会面。根据美国空军官网资料 ，C-146A 是一种双引擎高翼飞机，配备可配置的客舱，能够执行各种客货组合以及伤员疏散任务。这架飞机最多可搭载27名乘客、6000磅货物或最多4名伤患。主要任务是为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提供灵活小型团队和货物的运送，协助部署在各地的特种作战司令部执行任务。空运任务由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机组人员执行，飞往世界各地机场。该飞机自2011年10月以来持续部署世界各地，目前支持4个地域作战司令部的海外应急行动。也就是这种飞机它的灵活性特别大，而且呢，它的军用色彩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弱。因为你如果用完全的军事的运输机，比如像 C-17的话，它呢感觉到呢这个敏感度呢太大。这实际上呢，一方面可以看出来，美国呢在不断的去寻求和美台关系方面的这种突破，特别是在军事领域方面的突破。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很担心，中美关系呢不断的去进行升级，他到时候把控不住。近段时间以来，美国频打台湾牌，军事上小动作不断，并有不断升级事态。6月6号，美国3名参议员就曾乘美国空军 C-17运输机窜访台湾。中国外交部当时回应指，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也就此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有关规定，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同中国台湾地区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好的，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那么针对有媒体报道美军一架运输机降落台湾，今天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严正警告美方切勿玩火，国台办也敦促美方停止任何挑衅，那您对此有何评价呢？吴谦警告美方切勿玩火，立即停止冒险挑衅行为。中国军人的话很重，美方玩火动作危险到了什么程度呢？事实上，98岁的美国战略大师、前国务卿基辛格早就发出明确警告，中美必须要探讨如何为潜在冲突来划界，一旦越界，就不应再升高威胁与对抗。说白了，这位世纪老人就是在警示中美，为了避免冲突升级，必须要划定两国都接受的红线，而基辛格他所界定的红线就是呢不动武。但是呢，吴谦警告的美方危险动作已经在挑战中美关系的核心基础，在挑战中方的国家核心利益了。当然，这是在触碰红线。那么不是玩火又是什么呢？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安门城楼发表全球瞩目的重磅讲话。他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这是大国大党的共同意志，是14亿中国人的最强音。今天吴谦的强硬回应也再度引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这句力透千钧的表达，这是中国军人在坚决响应，在严正警告。事实上呢，关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反分裂国家法早就以法条形式明文规定，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那么国家呢，就得采取非和平方式以及其他必要的措施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几年前，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欣就曾经在美国的一场演说中发表令美国政界学界震动的警告：美舰停靠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统台湾之时。那么就此而言呢，美方特别是美军，尤其要正视中国国防部的严正警告。那么继续玩火，只会面对一个必然的后果，加速中国国家统一进程。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将以坚强决心、坚定意志来展示前所未有的强大能力。好的，非常感谢管尧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英国皇家海军之前高调预告要来南海，不料走了不到一半，却发现了疫情。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化身瘟疫之船，英媒爆料称，该航母和4艘护航舰艇上已发现超100人感染新冠病毒。尽管美国海军宣称目前尚不准备改变访问印太地区的计划，但外界普遍担忧，如果该航母编队的疫情得不到控制，它将迎来一场灾难之旅。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于数天前穿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正式开启它的首次全球航行第2阶段印太地区访问之旅。按照计划，该航母编队将沿途停靠包括阿曼、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等40个国家，总航程超过2.6万英里。然而，英国海军发言人承认，作为常规检测的一部分，航母编队少数人员的新冠检测结果为阳性。有英国媒体最早爆料称，航母编队的实际感染情况显然并非英国海军发言人说的这么轻描淡写。英国航母编队的7艘护航舰艇中，至少4艘都出现感染病例，总感染人数超过100人。随后，英国广播公司、天空新闻、每日电讯报等媒体纷纷跟进报道。报道提到，英国航母编队于5月从英国本土出发后，很可能最早是在6月底停靠塞浦路斯期间，水手上岸休假时感染了新冠病毒。7月4号，该航母编队在例行检查时发现疫情已经扩散。据称，目前英国海军已经采取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以及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以防止疫情扩散。由于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的后续行程以访问他国港口为主，感染新冠疫情后会否影响航母的日程安排，也引发各方关注。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就此宣称，航母编队将继续执行其任务，部署计划不会受到影响。英国广播公司称，新冠疫情尚未促使英国重新考虑航母编队访问40个国家的航行，其中包括经过南海。伊丽莎白女王号被曝出现新冠疫情之前，华莱士于周一在美国五角大楼与美国防长奥斯汀举行会晤时提到，英国对印太地区的更多关注。华莱士表示，在中国问题上，英国与美国肩并肩站在一起，确保我们在太平洋海域的同盟受到国际法的保护，确保我们代表的价值得到维护。英国航母的东来，首先是个政治任务，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要到南海炫耀一番是既定的方案。如果因疫情所打断，无疑英国的所谓的重视印太的决策就会成为一个笑柄。英国退出欧盟以后，要在亚太方向发挥作用，特别是它的军事影响力，那么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值得注意的是，华莱士在染疫航母是否继续全球航行问题上也没有把话说死。他表示，我们不会让任何人处于危险之中，我们目前暂时没有考虑改变后续计划，但如果航母指挥官必须做出不同的决定，我将完全支持他。显然，英国航母的访问计划能否继续执行，要看新冠疫情是否得到控制。很多前车之鉴都证明，舰艇上发生疫情不影响行动部署，只是暂时的。英国广播公司称，去年英国护卫舰诺森伯兰号在巡航过程中发现疑似感染病例后被迫返航，水手们也上岸隔离。2020年3月，美国航母罗斯福号最初传出有新冠感染病例时，美军也坚称无计划将该航母从任务中撤出。但不久后，由于疫情扩散，罗斯福号不得不停靠关岛，全舰人员下船隔离治疗。不过，与罗斯福号的情况不同，此次伊丽莎白女王号所有人员都接种了2剂疫苗，这是否成为英国航母不影响行动部署的底气呢？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虽然英国目前新冠疫苗接种率全球领先，但该国85%的成年人已接种过至少1剂疫苗，63%的成年人接种了2剂。但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德尔塔近日仍迅速席卷英国。有免疫学家表示，英国使用的疫苗在减少重症和死亡率方面的表现更突出，在预防感染和降低传染性方面并不理想。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公布，全球正处于第3轮疫情早期阶段。受德尔塔变异毒株在全球快速传播的影响，目前第3轮疫情已经开始。在此背景下，延期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将于下周5揭幕。这场在紧急状态下举办的史无前例的奥运会备受各界关注。在疫情这道最大的考题面前，日本要如何作答？菅义伟的奥运外交还有戏吗？来看报道。奥运会向来是东道国开展主场外交的良机，不过像上一届巴西里约奥运会有37国领导人亲赴开幕式的光景，今年大概将不复存在。在疫情之下，确定宣布出席的领导人级别的嘉宾仅有2024年巴黎奥运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拜登将不会到访日本，改由第一夫人吉尔代替参加开幕式。而韩国总统文在寅是否访日，青瓦台仍犹豫不决。多家日韩媒体报道均认为，东京奥运会或许可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带来一丝转机，前提是文在寅访日，并且与日本首相菅义伟进行会晤。然而，关系陷入低谷的双方都不愿无条件示好，因而两国由此展开了一场心理战。上周有日媒爆料称，首尔和东京正在探讨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日本，出席奥运会开幕式，并会晤日本首相菅义伟的可能性。报道称，韩国政府表示，若文在寅出席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就应借机举行韩日领导人会谈。日本政府向韩方转达了接受韩方要求的立场。随后，相关消息立即被韩方打脸。一名韩国官员表态称，韩国对日本单方面泄露两国可能在奥运会期间举行领导人会晤的消息表示遗憾，要求日本慎重回应。更为紧迫的是，随着奥运会临近，日本的疫情防控压力剧增。共同社引述消息称，受疫情再度扩大的影响，将于下周5出席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赛事相关人员，可能从早前预期的1万人削减至1000人以下。目前相关机构正在持续协调。因疫情的蔓延，日本早前已宣布禁止海外观众现场观赛。国际奥委会和日方也已达成协议，东京奥运会位于首都圈东京、埼玉、千叶、神奈川、一都3县的所有比赛以及开闭幕式都将在无观众的空场状态下举行。就连担任东京奥运会残奥会名誉总裁的日本天皇，也将在没有其他皇室成员陪同的情况下，独自出席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东京奥组委的最新安排显示，允许观众入内的赛场只剩3个，即在宫城县和茨城县举行的足球比赛和在静冈县举行的场地自行车比赛。此外，针对选手、工作人员、媒体等奥运会相关人员，东京奥组委采取的是当前国际赛事通用的气泡防疫模式，即对相关人员进行严格的入境检查，限定活动区域，像气泡一样包裹起来，隔断与外界的接触。然而，这一模式却漏洞频发。日本在野党组成的考察团近日考察2个机场的防疫措施后，提出这一模式对入境人员的移动路线设置太宽松，想去哪里都可以随便去。日媒在探访机场防疫措施后也发现，外国奥运代表团与普通乘客的行动路线并没有完全区分开来，使用的部分公共设施也完全重合。日本滨松市政府周三证实，巴西奥运代表团成员下榻的静冈县滨松市酒店有7名工作人员确诊新冠，再度引发担忧。不过，31名巴西奥运代表团成员住在酒店一个隔离区中，他们与其他客人分开，目前没有被感染。近期东京疫情再度反弹，周三单日新增确诊1149例，是今年1月22号以来单日确诊最多的一天。日本朝日新闻指出，自从2020年底的第3波疫情以来，东京每次解除紧急状态后，疫情都会马上反弹。此次反弹速度最快，与外出人潮居高不下及传染力强的德尔塔变种流行有关。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周5紧急会见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商讨对策。此前一天，巴赫还会见了日本首相菅义伟，并安抚民众称：“我们正在做出一切努力，我们向日本民众承诺，将以最佳方式对抗这种病毒，不会给日本人民带来任何风险。”